出去。对啊。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紧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马克宏是不是有这个危机啦？他的政治危机就在于说，这个现在目前极右派的声势看涨，那他就索性就解散国会，要提前选举。他向全国就法国全国的演说当中指出，由于呢这个法国的极右派政党获取了将近40%的选票，他说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不能屈服哦，我不能表现得像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我决定由你们来选择，因此我今晚要解散国会。他还说：“亲爱的同胞，请相信你们站在自己跟未来世代上做出最佳抉择的法国人民的立场之上哦。”那根据分析指出，其实呢，这个提前举行大选对于国家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意外，对于马克宏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风险哦。因此，很多的法国媒体会讲说：“你马克宏是在赌博吗？”这已经是这个法兰西第5共和国第6次解散国会哦，100多年来这样的事情啊，大概是发生过了8次。那根据宪法呢，只有在国家出现了危机或陷入僵局的时候，才会来这个解散法国国会哦。那是不是代表说马克宏感觉现在这个政治局势上面他的这个位置不太稳哦，恐怕有下台危机嘛，所以才赶快有这样的一个政治豪赌的行为？那所以法国的解放报也评论啊，用头版的标题讲说这是一个极端的豪赌哦。那的确，他的对手马林，就是我们之前有讲到的 The Bomb， 就是当时他跟马克宏这个算是他输给了马克宏，但是他们这一次感觉上面获取了40%主要的一个选票。他们说我们的极右翼已经做好了准备掌权了，如果法国人信任我们，我们就准备好掌权哦。所以感觉上面马克宏现在不太稳啊，因此是不是转向拜登这边来靠拢了呢？其实前一阵子哦，法国跟德国好像感觉上面是向中国不断的示好嘛，想要站对中国。现在感觉上面自己输了这样的选举，国会选举哦，那是不是马上就要有转向的一个意思出现呢？这个拜登去到了法国，那他们这个有隆重的国事访问这样的欢迎仪式哦，还在法国这个巴黎凯旋门来举行军礼仪式，国宴款待。那包含了很多的好莱坞明星啊，还有商界大佬啊，都有参与。那双方呢进行了双边会谈，也发表联合声明，就是提到了就差不多那些话嘛，就是印太自由航行啊，公平贸易啊，感觉上面都是冲着中国大陆而来哦。那马克宏也提到了说，中国产能过剩这件事情，那就呼吁呢，法美我们要协调行动。突然又好像靠向了美国这边哦，他们说对于大陆创造出来产能过剩的这个潜在不公平行为，表达了一些相关的忧虑。那美国的经济学家就吐槽啊，就说其实一直在讲中国产能过剩，美国才是最大的问题点。美国怎么不为自己的产能不足而感到羞耻呢？因为你一直在讲大陆产能过剩，根本是夸大其词哦。在气候变迁前，世界需要调动一切产能来促进这碳排放转向可替代能源，所以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产能过剩哦，反倒是你美国是产能不足吧？你自己做不到，然后说别人产能过剩，他这个大概意思就是说，美国应该先检讨自己。那再来看一下这个川拜对决也更加的白热化哦。在白宫外头有3万多人示威，3.6万人哦示威，还有超过10名的官员不满这个拜登一直在挺以色列哦，所以很多人是穿着红色的衣服，在白宫外头还拉着这个巨型的红色匾额，然后来写着一些这个口号哦，高呼从华盛顿到巴勒斯坦，我们就是红线这样子的口号来表达对于拜登的不满。那拜登也去会见了泽伦斯基，就说不好意思啊，前一阵子原乌有一点延宕哦，又再开了一个新的支票，说要再这个援助2.25亿，他说我们会跟你站在一起，不会在这个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一走了之。那他现在做一些动作，感觉上面好像都是为着他的选举而做，要试图跟川普形成一个不同鲜明的对比嘛。因为过去川普是拒绝，就是说这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这个公墓去那一边纪念哦，他就说拒绝纪念傻瓜跟失败者。那5年之后呢，拜登是特别跟吉尔一起去到了这个美国的这样子，就法国有一处这个公墓，那他们也去到那边来进行的这个致意哦。那所以感觉上面这个拜登是刻意要区隔
这个川普吗？那我们看一下最新的一个民调，现在目前两个人，拜登是获得了49%的支持，川普是50%，所以两个人的差距非常的接近啊。那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马克宏？马克宏，我觉得他提前解散国会是找死了。马克宏所属政党目前民调只有14%，然后那个 Marine Le Pen， 他本来是这个民主阵线，他现在扩大举行，他把它弄成一个 National Rally 啊，叫国民联盟啊，民调将近30%，这个是法国的危机啦，就极右翼现在冲到将近30%啊，那当然也会反映在欧洲议会的选举啦，那我真的不知道这个跟苏纳克一样啊，苏纳克也不是提前改选吗？那也是找死了啊，可是马克宏毕竟是总统制啦，所以他就注定要左右共治了，就国会可能会产生一个更大的多数是跟你不同党的，那他就要被迫提名那个国会多数党认可的总理嘛，那他当然就会跛脚，这个整个欧洲目前的氛围都是如此，就是 Meloni 啊，意大利那个总理也是极右翼的，那他的民调暴增啊。然后德国的替代选择党现在的民调竟然比社会民主党还高，社会民主党的民调大概只有13啊，那替代选择将近18，那基民党当然更高了，大概有30，所以我跟你讲，欧洲这几个大国啊，包括法国啦、德国啦、意大利啦，很明显都是极右翼在崛起了啊。那极右翼的共同主张，第一个就是反对移民嘛，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这个欧陆的2000万的穆斯林怎么办，尤其是叙利亚的难民啊。那第二个就是乌克兰的难民，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选完了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真的不知道。那第二个就是他们反欧盟。就他们觉得不要那些布鲁塞尔的官僚啦，我们要以本国利益为主，这样，所以欧洲马克宏不幸即将严重，欧洲即将消亡啊！就欧洲这个概念就形同虚幻，28个国家有很多国家都是以自己国家利益为主嘛，那第三个就是反大国啦。那当然就是反美国啦，也反中国。可是因为欧洲本来就跟中国关系不太好，所以反美就会是一个比较明显的表现就是说未来他会要求更独立自主的决策啦，比如说俄罗斯的能源，他们就希望能够自由购买。对，因为美国实在卖得太贵了那所以整个局，坦白讲，这个我认为是对美国比较不利啦。那不知道这个局也不知道如何处理了那目前的态势就是这样。那马克宏为什么要去炒产能过剩？因为这个就是极右翼的主张事实上他们已经取消了对中国电动车的消费者补贴了，他已经在做了可是他的民调并没有拉升。好，来请教介老师。马克宏事实上的话，我觉得他是一向都是蛮有这个战略思想的人，所以他事实上他是很有这个冒险的精神他面临过很多次危机他也都是怎么样，就是正面对决。像法国这个黄背心运动他也是到处他就是正面对决，然后遇到了很多这些右翼所主张的，比如说这些学生不能带这个回教学生不能带面巾进入到这个，不能带这个头巾进入到学校，他也是坚强的、强烈的执行的一个执行者所以我觉得他就是说，他是很多事情他都是有立场的，那他也敢言的，那所以他事实上他原来是社会党的背景，后来他渐渐往中间走，他能够得到这个法国的总统的职位，到后来最近选上，主要是他往中间靠拢，那么没有很左，比较靠左的色彩他往中间靠拢。才会在这个右派极为这个成长的非常快的情况之下，他还能够赢得选举，就是他的这个政治判断跟他的能够比较大开大合，不会居于一格的一个，我觉得是他能够生存到现在。
那么的一个主要原因。他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他才39岁，那么他可以说是本身的条件啊，跟他的抱负啊都是非常好的。那么他是戴高乐主义的信徒，戴高乐主义基本上就是让法国在世界上永远维持一个大国，一个影响世界局势发展的大国的角色。然后呢，要有自己的看法，不要随波逐流，也不要做人家的附庸。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他的外交政策上面哈，他最近这3个月，你看看他基本上他玩的都很大。对，法国虽然他只有2兆多的这个预算，这个 GDP 啊，他玩的这个局面远大于他这个国家经济实力。那么2个月前，1个多月前嘛，习近平去法国，对不对？那个他展现的那个法国跟中国大陆关系之密切啊，拉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对不对？他叫他的总理去接机，自己本身也亲自接送机，对，然后呢，高调的这个接待习近平，他要展现在世界跟法国人民的眼前，就是说他跟世界的新的未来的一个新的霸主之间的关系非常的密切。这是过了没有多久1个多月他把美国的总统也找去旧的霸主虽然在往走下坡，可是还是在怎么样，还是死撑在那边的这个美国他还是表现跟他怎么样，那又展现出法国人最欣赏的什么，就是他的这种原则性跟他的什么智谋，跟法国人跟美国讲一套，跟中国大陆讲一套，两者看起来也不太冲突。所以我觉得他这次要把这个借着这一次欧洲大议会的选举他解散国会我觉得是一场赌博。他可能未必是怎么讲呢？是欧洲的右派在这一次未来的大选里面可以席卷。如果他赌赢的话，事实上他这个总统职位可以做得更稳一点，要让他在未来的几年办一点大事。因为我觉得他已经闻到那个味道了他可以做一个伟大的法国总统。好，来文赖老师，我谈一点这个气候的问题因为气候的暖化确实很严重，我们现在的气候的极端异常也已经困扰，让我们感觉到害怕了所以有理智的，然后有远见的，都已经主张要尽量的、尽快的让地球降温。让地球降温，那当然就是不要再用火力发电了，或是尽量减少火力发电，不要再一直烧煤、烧汽油、烧天然气，用火来发电。那台湾很遗憾的就火力发电去变相的一直在增大。大家都知道说不要再用火力发电，大家都知道应该要节能减碳。那要减碳最好的一个方式，当然就是一方面核能已经被确定在欧洲是绿能的一环了，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就是不要再用这种烧柴油、烧汽油的这种车子，所以你一定要用要用电瓶车，就是电动车。那也就是说，电动车要尽快的普及化，然后这个太阳能板尽快的普及化，风力、太阳能的发电、水力的发电要尽量的普及化。大家都知道要这样做，那美国做不到，台湾也做不到，但是美国却阻止可以做到的国家去赶快解决人类地球的问题。你看这个国家有多自私，我想很多的美国的经济学家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就自己的国家的政府这样的自私自利，然后呢把整个地球弄得乱七八糟，自己的国家弄得乱七八糟，现在要危害整个地球，真的是不应该。想想我们台湾不也一样吗？就是核能发电也不准，只能一直不断的用火力发电，然后呢电动车的推动这么的缓慢，然后那么便宜的电动车，大陆的不让它进来，那不也是一样的情况吗？就自己的内部做不好，然后还阻止这些绿能的进台湾，简直是坏透了我坦白说，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执政者的坏，但是呢可以坏到这个程度，导致让我很惊讶。好，现在我就谈一下法国的马克龙，这一次确实赌很大。马克龙的用意很清楚，因为我们研究法国的都知道，他是一个不接地气的总统，他也是脱离民意的总统。那么法国的人民基本上是不喜欢这个总统，他也很清楚知道那他这一次很有意思的就是要不喜欢他不接地气的然后要人民来救他。这次他把他的前途
交给法国人自己来救。你要不要？如果你救自己，你就要救我，不然的话，那马克·勒蹦就上来了，极右派就上来了。那他现在就是要赌老百姓要不要自救。如果你不自救，那你就让极右派来执政吧。我觉得他这次赌得很大。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马上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那现在其实连王传福都回应了，因为广汽集团的董事长他喊出来说，行业不应该过度的内卷应该要回归理性那为社会来做贡献。这是根据路媒的一个报道，他就最近在重庆的车展论坛上面讲到了这个汽车行业的内卷问题。但是王传福就回应他说，过剩才会竞争才能够产生繁荣，卷是一个竞争的常态我们来听听看。其实卷它是一种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什么？就是竞争。市场经济就是一个过剩的经济，只有过剩才竞争，竞争才能产生繁荣。那卷就是一种竞争因此我相信所有的企业家都要拥抱参与这种卷。对，其实就是因为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本身汽车品牌非常的竞争所以才会有这样子到世界各国这样子横扫的这种很棒的产品那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竞争，其实比亚迪讲说也不会因为这个一时的得失来破坏规则。那这个李云飞就提到了，企业竞争就像打牌，要量力而为不要因为得失赌气而破坏这个规则。那2年之内，中国大陆的品牌这个恐怕会占大陆整体的汽车市场的80%左右因为中国大陆已经连续15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再加上呢，现在这个中国大陆的品牌占有率也是越来越高，品牌竞争非常的激烈，那提出来的产品更加的好，所以恐怕本身这个光是大陆市场的话，就可以自己的品牌拿下80%市占。那另外呢，大陆的电动车销往全球，好像也引发了其他国家的这个担忧，他们觉得说竞争不过它呀。那现在销往了巴西市场，在里约热内卢像圣保罗这些地方都出现了比亚迪跟长城这些汽车的这种4S 店陆续的开张。光是巴西的一个最新统计数据，2023年全年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这些车子数量是增长了4.2万辆。那根据巴西他们这边的一个研究，他说中国大陆的新能源车在全球的销售当中保持领先不光是制造而已因为美国一直说产量过剩嘛，他说还有中国设计也是他们喜欢的一个原因因为他们觉得很好用，而且又很便利，并不是说光是制造然后这个粗制滥造，并不是，而是它有它的品牌力在这边。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跟10多年前相比他们说观察到中国的品牌汽车现在更加先进，更具市场的竞争力。那连这个《金融时报》也有报道相关的内容，他说现在欧汽好像在加速跟大陆的脱钩。那根据他们这边布鲁塞尔当局就是现在不断在加强中国大陆的产品的审查，欧洲买家希望能够降低对于这个大陆的产品的依赖，但是有办法吗？那的确啦，现在中国大陆他们自己本身还有一些补贴的相关的计划所以他们的电动车在这样的一个市场之下，当然是越来越有竞争力，在全球都是如此那2024年大陆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市场，那整体的销量也超过了任何一个国家去年总共交付了950万辆车，也加剧了这个大陆跟西方国家之间的关系紧张，因为就怕竞争不过嘛。那再来，现在中美的角力新战场变成了石墨，那石墨当然也是跟这个电动车相关那根据这个分析师讲说，美国在与这个中国大陆贸易对抗的时候，石墨已经变成了美国的弱点，所以美国政府被迫承认任何车辆都要符合这个 IRA 的这个减税优惠。那电池制造商短期之内其实都还是需要依赖中国大陆的石墨，那他们铁了心要赶快关闭这个漏洞所以只给业者几年时间，所以他们这些业者必须得要找到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如果不用中国大陆的石墨的话，自己要怎么办呢？得要重新打造这样的供应链
但是恐怕也没那么简单。那美国的现在议会有喊出来说，中国大陆的电池企业，这个我们应该要禁止他们，就是比方说像宁德时代啊、比亚迪等6家陆企哦，我们应该要禁止向他们来购买锂电池哦，所以要推动好像跟这个中国大陆的供应链断链，但是有办法吗？这也是一个难处哦，因为像特斯拉也是很依赖这个宁德时代的电池哦。那宁德时代其实在中国大陆来说的话，是一个重点这个等于说补助的一个企业，所以他们其实他们制造出来的产品哦，在世界各国来说的话，也是这个高 CP 值哦。那目前根据一个统计说，去年5000多家的企业受到中国大陆的一些政府补贴。那首先就是这个排在巨头的这个电池龙头宁德时代是57亿人民币位居这个补贴之冠哦，所以那难怪嘛，就是重点栽培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电池产业。宁德时代也是其实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在全世界让大家看到这个品牌力的一个象征啊。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呢？宁德时代是因为有一个市政府去投资啦，那就看你怎么定义补贴啦，它可能可以得到比较低利率的融资啊，然后政府参股嘛。那美国因为没有这种事嘛，那美国就把它视为就是政府补贴嘛，那事实上美国自己也通过一些法律啊，也在补贴啊，包括半导体啊，包括电动车啊等等嘛。所以我是觉得，真正还是你有没有竞争力的问题啦。比如说，你美国的车卖得出去吗？比如说，为什么特斯拉在中国市场就是卖最便宜的啊？我实际上在大白话我也讲过嘛，特斯拉为了中国市场，它现在在做 Model 2。那 Model 2，据我了解啦，它定价可能会低到18.5万人民币。你去想想这是什么价格？我跟你讲，特斯拉3在中国大陆的定价大概是24万多人民币，那他就发现他很难竞争了，所以他才决定做 Model 2，18万多人民币。那你如果用到台湾不到80万啊，那你如果出口到台湾，台湾要加进口关税，再加上货物税，加57%啊。那加57% 之后，大概也是120-130左右啦，所以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实际的状况。那美国绝对没有做，绝对不是说没有做实际的探勘跟查核啦，不然不会针对那么多具体的项目来做要求加税嘛，干嘛的哈？他们就把比亚迪的海鸥拆开来看，海鸥就是最便宜的嘛，那海鸥在中国大陆可能只卖8万多啊，那非常非常便宜的车啊。那结果美国人把它拆开来看，他说在美国制造至少是3倍的价格。那他说该有的功能通通都有，那他们也不能说那是烂车啊，基本上是在美国一定卖得动的啊。那美国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就是它就是这么便宜啊。这个事实上跟当年那个韩国那个基本上现代车啊，一大堆去卖美国，美国第一时间也说是韩国人来了，倾销啊，之类的啊。那个时候韩国那个被打到很下面了，大概是美国最便宜的车，因为那时候我人在美国，结果人家韩国人就这样慢慢做到今天，他做了那个 pickup， 就是皮卡车啊，现在在美国的市占率10%。人家也是这样慢慢走过来了嘛。那美国你现在就是因为中国，你就特别不让人家进来。事实上，日本的 Toyota 进去也冲击到美国的汽车产业啊。那韩国刚进去的时候，那个低价车也是横扫美国啊。那美国现在就是不让中国复制这条路嘛。那你不是有心病吗？坦白讲，你如果你就特别针对中国，那不顾市场竞争的逻辑嘛，所以不让他走这条路嘛，所以我是认为这条路在欧洲、美国这样搞，欧洲人是不可能接受的啦。好，来请教赖老师。美国如果一直把关税拉高，走保护主义，那中国大陆当然也会对美国最后采取同样的手段啊。所以美国最后也失去中国的市场，
可是中国是14亿人口，那美国就有3亿多人口，美国可能会觉得说，反正我本来我的车子在你们的国家卖的也不怎么样嘛，那通常是德国车卖的比较好，我只要不让你进来就可以，所以他把他自己就关起来，不让中国车进来。如果欧洲，因为欧盟最近也要开始决定了他本来是在选前的时候就要公布要不要对中国课反倾销税，现在的情况就是选后了，那马上大家都在等待他要不要课税。如果欧洲也对中国大陆课税的话，也走保护主义，中国大陆一定反制嘛。一旦反制的话，那你欧洲车你要卖到中国，可是现在的欧洲车卖到中国大陆卖的好的是德国车，卖的特别好。德国车已经占了它2成多以上的这么大的一个比例。那中国大陆一旦反制以后，你德国车尤其高档跟中档的车，你要卖进中国大陆那就难多了。那对于这个瑞典的 Volvo 来讲也会产生影响，瑞典的高档车也会产生影响。那这样的情形下，你欧洲你只拥抱你自己4亿多人口，这个市场好，那我们就问了，中国依托在它的14亿人口，你欧洲依托在你的这个4亿多人口，美国3亿多，可是问题是在于，那其他的国家呢？拉丁美洲呢？那中国自己依托在自己广大的市场，到拉丁美洲、在非洲、在东南亚跟你竞争，中国大陆长久以来一定会占有绝对的优势。那这样的情形，你们这些国家的企业，那慢慢的就萎缩成为一个地区性的企业了。那如果你美国再禁止欧洲车进入美国的话，欧洲也会禁止你美国车进欧洲，那你美国就变成你的空间就越来越小了。那以后你变成一个 local 的一个厂牌的车子，欧洲本身的车厂多德国的汽车有多少品牌？法国的、西班牙的，还有这个意大利的，那品牌有多少？还有瑞典的品牌那么多，然后都在里面内卷的话，那我想欧洲的市场就被瓜分到最后，那些公司都变成小公司。我觉得走保护主义最后都是死路一条了，倒不如采用合作的方法，相互插股嘛。对，所以后来奔驰他采用最聪明的方法，就跟比亚迪就相互插股，就是我们一起来投资新的一个公司，我占多少你占多少，那这样的话彼此之间互补，然后彼此之间那么把自己的首长优惠发展起来，我觉得这个才是好的路，走这个保护主义真的是死路一条。好，来请教介老师。其实这个过去我们看了很多啦，那个有些国家它今天兴起来，某一个产业兴起来，对不对？那它有这个市场竞争力，它就进入到你的国内去。对，因为这个对于消费者是好事啊。比如说美国的这些西方这些经济学者认为自由贸易是最好的，为什么？因为它不会用政府的力量来保护一些产业，让消费者怎么样花比较多的钱买比较差的产品嘛。对，所以你开放市场、自由主义的话，是造福大部分的人。可是你看现在这些，不管是美国美国还一直这个教坏欧洲，叫欧洲也学它。它产品竞争不过的时候，它就要怎么样？它就要搞保护主义。对，其实你看我们过去，我们也面临很多，我们自己工业不发达的时候，我们面临人家有好的东西进来的时候，我们不是只想保护我们是想说把人家的技能学来，我们有一天也做得更好。中国大陆过去汽车市场也没什么保护它让你什么汽车都进去了，而且当时中国大陆邀请日本汽车进去，日本汽车不进去才会有德国大众汽车、德国这个3B 的车在中国大陆大畅销，造就了德国工业、德国经济30年的荣景对不对？所以呢，你别人既做的比你好，做的又比你又成本又低的话，你最好的方法还是学习一下人家的长处，对不对？然后呢，不要把别人又做得又好、价格又低的产品挡在外面。你要想想看，你的消费者有权利去用这种好的东西，比较好的代价。可是现在美国这个国家，我觉得已经完全脱离他们这些真正聪明的这些学者，这些理论的专家，告诉他什么样的政策是对你美国最好的政策，就怎么样开放自由贸易。结果美国现在反倒其实天天在讲搞保护主义的就是美国。其实中国大陆的汽车今天能够有今天这个尤其电动车有这个性价比的话，并不表示你美国做不到。你美国也努力钻研新的科技，对不对？生产的过程中在降低成本的话，
事实上，你有一天你也可以在你自己的市场跟中国汽车来打拼嘛。结果你不走这个正道，你就想尽妖魔化对方，说人家补贴，然后说这个一大堆用意，就是没有道理的，我都给你加100%的关税。就是因为你太有竞争力，我就是要保护你，保护出了你美国的汽车工业吗？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马上来看一下哦，这个顾立雄取消踢正步哦，612凯道阅兵发起人质疑说，真的是管太宽了，是要跟参谋总长抢饭吃吗？踢正步其实有助于训练官兵熟悉军事的动作，养成军纪，然后严肃。那这个顾立雄没有说明原因就取消，那难道是住在海边吗？管太宽了吗？那还有这个绿营的议员帮忙反击哦，就说古今中外哦，我们的兵书上面没有在踢正步依照你们这个民进党的讲法，我们这个中华民国都还不到100年呢，还是70几年？什么叫做古今中外？你们还去念大陆的兵书吗？什么这自己不是很矛盾哦？他说好，没有任何一本兵书在讲踢正步领导心法哦，不知道有什么脸，然后有什么脑袋来吹嘘自己的军事专业跟这个领导统御。那你先解释一下，你是看了什么兵书？孙子兵法吗？那再来我们看一下这个解放军现在目前的一些动作。东部战区他们讲说，这个果断出手，歼16首次挂空弹道飞弹哦。那因为这个美日的双航母抵达了东海哦，这相关的军演，所以他们就挂了这个空射弹道的导弹，然后而升空哦，有所应对。那另外这个美军的勇敢之盾军演登场哦，日本的自卫队首次获邀参加。那美日韩他们现在这个海巡在京都外海进行首次的联合训练。日本的海上保安厅更是计划说要打造3万吨的大型巡逻船，来确保钓鱼台等离岛安全哦。日本的媒体他们说，现在日本可是要大幅度提高装备啊，这防卫装备还有研发的预算这个大幅度来增加。那2023到2027年度的防卫力整体计划呢，大概是3.5万亿日元，合约224亿美元，也就是台币6720亿元哦，来列为研发预算。超过上期计划的4倍之多，所以呢，这个预算会被重点这个投向反击能力，还有导弹防御这些领域当中。那还有关岛呢，其实它距离中国大陆大概3000公里哦，但是东风26的飞弹这个是在它的这个射程范围之内。如果东风26飞弹加装战术核武的弹头的话，恐怕会对于关岛的美军基地造成重大的威胁。那所以美国呢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计划从10月开始每年要在关岛来进行大概2次左右的飞弹飞行测试以及追踪演习大概为期10年，要来做一些相关的应对。那另外南海的争议其实中非他们现在南海的摩擦嘛，结果美国智库讲说，还不止如此越南在南海还加强了疏浚跟填土的作业，从去年底开始创造出大概是280公顷的新陆地几乎跟2023的前11个月还有2022全年的总和一样，加起来那么多那这会变成一个地缘政治的新引爆点嘛？因为这毕竟是一个这个全球现在目前比较具争议的水道之一那每年有超过这个价值3兆元的贸易是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海域所以包含了像是中国大陆汶莱，还有马来西亚、菲律宾、台湾、越南，现在都对于南沙群岛的部分提出了一些主权的要求。所以现在各国担心说，恐怕这个区域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诉求嘛，所以可能会变成一个新的地缘政治的引爆点。那根据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他提到了，他说其实南海这边大家就是本来也还好最大的威胁就是美国在这边嘛，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从地缘政治的目的出发，坚决反对将这个地区的国家当成霸权工具跟地缘战略棋子南海最大的安全挑战其实就是美国，美国就是这边的最大威胁嘛。而军事部署在这个地区其实就是美国想要造成的这样的一个军备竞赛的漩涡，是不是美国军工复合体
体就可以因此发财了呢？那我们来问一下亮哥，亮哥怎么看？这个，其实顾立雄好像要去黄埔那个建校100周年啊，那个会有最后一次的阅兵啊，这个凯道阅兵这个是好像都是退休军人弄的嘛，他是在抗议这个事啦。这地震部到底对训练军人有没有用啊？这个还是让我们赖教授来说了啊，因为军事专家啊，我是踢过的啦。因为我那时候在成功岭就踢，我们最后结训的时候要踢正步，所以我是踢过的啊，而且刺枪术我们也是练过的，这个跟格斗术之间的取舍啦，我当然那个很多国家就是改成格斗术了，可是据我了解，我们现在一般的军人是没有学格斗术啊，因为你总有一些近距离的搏杀。需要练一些武功吧，那以前就是把刺枪术视为必要的这个一个方法嘛，那现在可能更多国家是用格斗术了，可是我们台湾并不普及了，因为我以前在体委会的时候，我有认识一些格斗术的教练，那就是这个要推广，实际上包括馆长也推过啊，馆长也想要就是军中去教一些东西了。反正这个，我觉得只要有助于这个近距离的搏杀，有助的方法都好啦。我个人是没有什么意见了啊。不过主要是因为顾立雄宣布这个的时候，两岸的氛围并不好。那我们就看到金门被这个无人机不是，中立科技集团又来这边闹你嘛那我的感觉，顾立雄应该停止休假来处理这个事比较对吧？之类的啦。所以我是觉得，他这些动作给我感觉是在讨好军事官军事官兵就是他刚上来当国防部长嘛，那就跟那个军人说啊，以后不用练刺枪啦，不用踢正步啦，那以后可以这个放假回营的时候不用报备啦。还说要加菜，还有出国自由行对，还有加菜，没有错，就是这个都是很典型的。就是我们在讲讨好你的对象的一些动作啦，你知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因为看到自愿役的不踊跃他觉得原因出在这里了，我看可能不是吧。我们自愿役不踊跃，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待遇不好吧，所以我觉得他应该要去争取的是待遇啦。这个加菜这个没什么用啦，我认为啦那至于南海你说这个越南很认真填了280公顷那这个怎么没有变成美国争议的焦点呢？美国不是反对南海填海造陆吗？那是不是因为中国大陆实在是填太多了，所以成为既定事实所以现在越南开始跟进了，美国就算了。他这个不是会造成一种结果吗？就是反正我只要撑得住那反正成为既定事实那最后就会被承认了，不就是这个味道吗？所以你从这个角度看那台湾也要注意啦，因为中国大陆现在种种的动作都是要造成既定事实就是国际法律上的，包括未来可能会这个拦船登检，那就是用国内法来解释那如果周边国家抗议的力道不够，那就会成为例行的合法的事项就会变成这样事实上，越南这个填海这个也是被夸大了因为据我了解，光是美济礁它的总的面积就有46平方公里46平方公里就相当于4600公顷，你看这个才多少？280公顷，所以坦白讲还早嘞就你如果就跟中国大陆那个填岛的那个能量来比较啦，还是差很多啦。而且中国大陆布的局不是一个点你如果填海造陆只是一个点，比如说一个岛的突破，那没什么用中国大陆可怕的是要连成线，那甚至要构成一个面，那才是可怕的就是说，比如说它现在西沙到永暑，然后如果往西南方向
连到那个柬埔寨的云壤基地，它就会构成一个三角形。这个才是人家在忧虑的事啦啊。那如果未来华严岛也填海造陆，那从西沙到南沙再往东北角的黄岩岛，那就会连成一个倒三角形。这个才是美国真正在怕的事啦啊。那这个就是它如果连云壤，那就是从南海的中段连到南段嘛。那如果是连到黄岩岛，变成一个倒三角，那就是整个中段它就构成一个面，那理论上就变成一个实质的防空识别区了。不管它有没有宣布了，那实质上这整个面它就有办法对海空来进行监管了。这个就是美国忧虑的事情啊。我觉得，可是这个美国看起来也挡不住了啊，就是因为它目前在南海中段填的这几个岛礁啊，都很实在的、很坚实的啦，永暑啦、美济啦等等啦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南海，我基本上认为胜负已定了。因为这个中段的填海造陆基本上已经完成了。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军队的问题政部要不要废除？我真的是有资格说话我不但是很在行，很会踢我还是教官然后正部教官哦。因为我在三军一队当过礼兵长，怪不得这么挺。那因为在三军一队当礼兵长，我们很多新进来的士兵，我们当然要训练嘛，而且我还要出勤务来，我还要到每一次到机场那边去接国外的元首来的时候，我从经国先生到孙逸璇时代我都接过所以我有资格讲话该不该废除我觉得当然是见仁见智但是踢针部对我们的身体好不好，确实不好因为他踢的时候对后脑有影响这样。但是问题在于说，军容要不要维持？军队的威严威仪要不要建立？很重要。古今中外的兵书都有谈到这个部分那如果按照这位绿营的议员，我想他应该不在行了所以我们就不点他的名。为什么？例如说我们在军队里面有很多军常服，就是参加典礼用的那些很华丽的军常服，那不适合战争用因为战争的时候最好不要让他看到你最好跟当地的颜色混在一起。可是为什么要穿？你看美国的军常服也是花花绿绿的，你看法国的国庆阅兵的时候，他们的那些骑兵队穿的也都是花花绿绿的。为什么？因为那种叫代表军队的威仪，威仪还是很重要。我个人觉得顾立雄犯的错误在哪里？你先应该设计出一套能够适合于我们的军人的作战，然后又能够在这个展现军人威仪的时候，例如说他在行进间或者是在典礼间，他能够展现那种威仪的那种姿态姿势，你设计完成的时候，你宣布废除正部我想反对的声音没有。结果他不是，他先废除先破，但是每个人在问那你的利是什么？没有。这个才是最大的问题了，就是你取消了好很好然后呢，那我们的军队该怎么走路，该怎么去展现它的威仪，不知道了我举个例子，好，那你现在你就废掉了嘛？那陆军官校的100年校庆就废掉那接着呢，那个我们的官校生3军5校或者3军8校学生要经过阅兵台，那要怎么走法？你先告诉大家嘛，是各校走自己的，还是个人走自己的？自由发挥你各军校的学生，你自由发挥我们是最民主最自由所以每一个同学们，请你们自由发挥，你们经过阅兵台，你们怎么样嗨，你们就怎么演，你要想怎么跳你就怎么跳，你要怎么样吸睛你就怎么吸睛，你要怎么样表现你的雄赳赳气昂你就表现你的雄赳气昂，好极了，自由民主，每一个人自由的发挥，自由创造。顾立雄，麻烦您在校庆的那一天，在赖清德的眼前，在全体观众的眼前，在所有的媒体的眼前，让我们的各军校生自由发挥吧。能不能做到？古今中外的兵书没有说不可以自由发挥吧？他没有说不可以自由发挥所以我觉得拜托不要引所谓的古今中外的兵书啦，你到底读了几本好，来问季老师。
其实我们这个国军在民国20几年的时候哈，那时候很多德国的教官啊，这个在帮我们训练，那时候在南京啊，所以当时追精锐部队啊，很多都是德式训练的。这个正步啊是德军那边的方式，每一个国家运这个阅兵的方式啊，这个最分裂是它的不同的走法。那刚赖教授也讲的话，你废掉以后，你以后要什么式啊？你要用日本式啊？啊？日本的分裂式吗？自由式，对啊，所以他也不晓得，他先废，他不晓得其实这个军队操练的时候啊，还有这种集合的时候，正式场合的时候，他必须有一种正式的，对不对？阅兵的方式嘛，你都没有立，你就先破了。所以呢，我觉得基本上这个就有点哗众取宠，就把军队也当干嘛？你在选举啊，你在争取选票啊，没有错，练正步很辛苦了。我们高中时候就在当高中学生就在练了，到了军队也练正步，非常辛苦，烈阳之下，而且不好走，你很难混。对，有的人在里面他不会走的，真的是被 K 得很惨。所以这种很苦的训练项目，事实上在军队里面很多人是反对的。那这个顾立雄自己没有当过兵，他这个就是道听途说，他觉得这个大家会比较高兴，不要练得不要那么练得苦。烈阳之下，对不对？然后站在那边晒太阳练那个东西干嘛？对不对？他这样可以争取什么？你以为你在选举啊？争取民心啊？你今天要负责你这个做军队能不能作战打仗？这是有关军队的精神力量跟纪律有关的，它也有体能。军队就是一个口令一个动作，然后呢没有个人意志，只有集体的意志，绝对的服从，这就是军队的精神的表现嘛。要不然你怎么打仗？你到时候你说你没有军纪，你没有纪律的话，到前面都是刀枪火海，你的长官叫你冲锋，大概80%是要牺牲的。你说我不去，你这军队就没有办法打仗。所以军队是不容易的哈。那另外一方，我觉得刺枪术有什么不对呢？刺枪术是很辛苦啊。我们以前拿那个叫574步枪。那是美国的 A1 步枪，韩战时候打，那枪特别重。那时候你刺出去，那教官还叫你在撑在那边，你看你的手有没有力气？对。可是你军队你就要有足够的体能啊。这个你说战争上说还有还有这些肉搏战，对不起啊，美国现在叫我们打的巷弄战就是肉搏战啊。这次在这个加沙走廊，很多时候就是肉搏啊。对。今天俄罗斯跟乌克兰。在前线壕沟里也有肉搏啊，对不对？那都是基本战绩啊。对，你这个国防部长他什么都不管，你去搞这些事情，对不对？就有时候要你做国防部长，你想说要什么领导统御，要什么战绩训练，那是你国防部长该做的事情。你有领导统御能力吗？你去管人家搞不搞这个踢正步，搞不搞刺枪术，这就是领导统御没有能力才去搞这种事嘛。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州忙回来。